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在我那期浅谈核动力航天器节目播出之后，有不少观众朋友想让我对航天器的推进方式多聊一点。他们想知道，除了化学推进、离子推进、核热推进、核电推进之外，航天器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进方式？好，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我记得在小说《三体》的第二部《黑暗森林》里，程心曾经提出过一种在太空的预定位置布置核弹，通过一连串的爆炸推动一个带有巨大反射面的飞船前进的推进方案。很多朋友看到这儿都会觉得刘慈欣的脑洞开得实在是太大了。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类似的推进方案就已经提出来了。1957年，美国提出了猎户座计划，这是一项研究直接在航天器后方以一连串的爆炸原子弹的方式来驱动航天器的研究计划。领导这一计划的是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没错，就是那个提出戴森球假说的戴森。这一计划的具体内容是研制一种飞船，在飞船的尾部设置一块在中央带有圆孔的厚重的金属推进板，圆孔的作用用于投放核弹。此外，为了减少核弹爆炸时对飞船的冲击，设计人员还在推进板与飞船之间设置了缓冲装置。在飞行过程中，飞船会不断地通过推进板上的圆孔向后方投掷含有金属推进剂的核弹。这些被投放的核弹在到达推进板后方的预定位置后会被引爆，爆炸产生的热会把金属推进剂气化，从而推进飞船向前前进。这种推进方式也被称为核脉冲推进。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核脉冲推进的演示视频。在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不断的有核弹被从飞船底部的圆孔中抛出，并发生爆炸。飞船就是这样被推进的。刘慈欣只是把这一计划中原来由飞船自己携带的核弹，变成了把核弹预先布置在飞船的航道上而已。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减轻飞船的自重，也算是一种适应性改进吧。其实，除了核脉冲推进，设计人员还提出过许多更奇葩的航天推进方式。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脑洞大开的航天推进方式吧。首先是脉冲激光推进。脉冲激光推进就是采用快速重复的高能脉冲激光束，产生巨大的脉冲光压来推动飞船前进的推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的关键是，脉冲激光发射源不是安装在飞船上，而是安装在地面或者其他的航天器上。这么做的好处是，目标航天器无需携带数量庞大的激光发射源和供电设备，因而能携带更多的载荷。但这么做的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由于激光的能量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因此采用这种推进方式的航天器只能在激光有效作用范围内加速，出了这个范围，航天器想再加速或者减速就得靠自己了。据说脉冲激光推进方式一旦成熟，理论最大速度能达到光速的1%。如果用它来探测太阳系柯伊伯带以内的天体，应该是完全够用了。1997年，美国空军实验室和 NASA 就用10千瓦的二氧化碳激光器，把直径 15.3 厘米、质量大约是42克的铝制模型，在3秒之内推升到了22米的高度。2000年，美国的光传技术公司把直径 12.2 厘米、质量大约是50克的模型飞船推升到了71米的高度，而且这次实验的飞行时间达到了 12.7 秒，这是迄今为止飞行时间最长、飞行高度最高、飞船质量最大的脉冲激光推进飞行记录。有人认为它的意义不亚于当年莱特兄弟第一次驾驶飞机飞上蓝天。在脉冲激光推进的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提出了脉冲激光烧蚀推进的设想。在这个设想里，脉冲激光发射源被移到了航天器上，航天器也不再是依靠光压来进行推进，而是依靠自身携带的固体介质棒
作为推进工质，在脉冲激光的加热下释放出等离子体，从喷管喷出，从而推进航天器的推进方式。对于脉冲激光烧蚀推进，我一直担心这种推进方式的排气速度。一般来讲，固体推进剂的分子量比较大，排气速度也就难以做得很高，而这就会降低飞船发动机的比冲。比冲低就意味着想实现同样的速度增量，就要消耗更多的推进剂。更多的推进剂又意味着飞船更大的出事质量。不知道提出这种设想的人对此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谈完了脉冲激光推进，接下来让咱们来看看星际物质冲压推进。想要解释星际物质冲压推进，首先要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冲压推进。冲压推进其实是一种使用冲压发动机的推进方式。冲压发动机其实也是一种喷气发动机，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冲压发动机的示意图。和普通的喷气发动机不同，冲压发动机没有复杂的压气机，它的压气过程是让飞行器先达到一定的飞行速度，具有一定初速的气体经过发动机收敛型的吸气口就会被压缩，也就完成了压气的过程。完成压气过程的气体进入发动机的燃烧室之后，再与燃料发生混合并被点燃，形成燃气，最后再从喷管向后喷出，从而推动飞行器以更高的速度向前飞行。由于省去了压气机等复杂的结构，冲压发动机的结构十分简单。但也正是因为没有压气机，冲压发动机无法在静止状态或者低速状态下启动和工作。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冲压发动机一般用于高速导弹的第二级，需要经过一级的加速才能够启动。现在让咱们回到刚才提到的星际物质冲压推进这个话题。星际物质冲压推进所使用的发动机一般是一种被称为巴萨德冲压发动机的发动机。与普通冲压发动机工作于大气层内不同，巴萨德冲压发动机工作在外太空，是一种航天发动机。但这种发动机与其他航天发动机又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在发动机的前方拥有一个巨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形状的物体。这个物体其实是一个空间物质搜集器，它也可以算作是一种天线，能够形成直径数公里甚至数千公里的电磁场，并利用电磁场从宇宙空间搜集并捕获氢原子，然后再把这些搜集到的氢原子作为推进工质来推动飞船的前进。这么做的好处是，由于可以从太空捕获推进工质，因而装备巴萨德冲压发动机的航天器能明显地减少推进剂的携带量。但是由于在太空中每立方米空间大约只有6个氢原子，因此巴萨德冲压发动机需要携带非常庞大的空间物质搜集天线。巴萨德冲压发动机的能量来源也是可控核聚变。看来想在航天上取得突破，可控核聚变真的是重中之重啊！介绍完星际物质冲压推进，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辐射推进吧。大家还记得小说《三体》里，张北海为了使航天器的推进方式的研究方向由公质推进转向辐射推进，不惜暗杀支持公质推进的科学家那个桥段吗？为此我还在不久之前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可能有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辐射推进的优势到底在哪儿呢？辐射推进是通过在飞船上安装大型抛物面反射镜，把电磁波作为工作介质反射到特定方向，再利用电磁波反射产生的压力推动飞船前进的一种推进方式。大家知道，电磁波其实就是光，而光照射到物体上是会产生光压的。光压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光具有动量。麦克斯韦早就根据他的电磁波理论解释了光压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光具有动量。他甚至给出了光动量的求解公式。20世纪，当爱因斯坦提出了光子的概念之后，我们也可以利用光的粒子性来解释光压现象。光子具有动量，
当光子入射到物体表面被吸收或者反射之后，光子的动量就发生了变化。入射前光子的总动量和入射后光子的总动量之差，就是物体表面所受的冲量，这个冲量就形成了光压。由于电磁波也就是光没有静止质量，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辐射推进飞船不像公制推进飞船那样需要携带大量的公制作为推进剂，只需要携带少量的推进剂用于飞行姿态的调整就够了，从而大大的减少了飞船的初始质量。因此相比于公制推进，辐射推进是具有较大优势的。当然，如果科技够先进，能够把物质粒子加速到接近于光速，在这个时候辐射推进的优势就不是十分明显了。尽管辐射推进具有优势，但受技术的限制，到目前为止，人类真正能把辐射推进用到实际中的只有太阳帆。太阳帆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在17世纪提出来的。他的设计思路是在航天器上安装巨大的太阳帆，由太阳帆反射太阳发出来的包括可见光在内的电磁辐射和带电粒子，从而推动飞船的前进。尽管这个概念提出的很早，但实施却非常晚。人们第一次太阳帆实验已经是本世纪初的事儿了。第一个以太阳帆为动力的探测器是日本的伊卡洛斯探测器，在这个探测器上搭载有一面大面积的薄膜式太阳帆，太阳帆就是探测器的动力来源。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伊卡洛斯的太阳帆。太阳帆呈正方形，对角线的长度是20米，帆面材料是厚度仅为 7.5 微米的聚酰亚胺薄膜。在帆面的4个角，技术人员还安装了 0.5 公斤的配重。另外，技术人员还在帆面上安装了液晶装置和太阳能电池板。在画面中，橘色的长方形就是80片 LCD 液晶板，而黑色的长方形就是64片厚度为25微米的太阳能电池板。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太阳帆，在这面太阳帆上满满的都是科技与狠活。如果不算2公斤的配重，这面太阳帆的质量只有 0.3 公斤，可不是一般的科技能够实现的。2010年5月21号，伊卡洛斯随同破晓号金星探测器以及其他4颗小型卫星，在种子岛宇航中心用 H2A 火箭发射升空。同年12月8号，伊卡洛斯从8万公里的距离上飞掠地球。时至今日，伊卡洛斯依然处于工作状态。继伊卡洛斯之后，2015年和2019年，人们又发射了太阳帆1号和太阳帆2号探测器。2019年7月31号，太阳帆2号还成功地进行了首次仅利用太阳辐射的推动变轨。尽管太阳帆的实验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使用太阳帆的航天器的动力来源其实就是太阳辐射，而太阳辐射的强度随着与太阳距离的增加而快速的衰减，因此在远离太阳的太空，太阳帆并不适用。前面我已经介绍了不少辐射推进的优点，然而辐射推进也有致命的缺点。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在辐射推进中，每千瓦能量仅能够产生 6.62 微牛的推力。如果我们想把一艘100吨的飞船用50年的时间加速到光速的 1%， 大约需要3000万千瓦的持续供电，这大概相当于1个半三峡工程的装机容量。因此，想推动巨大的恒星飞船，所消耗的能量是极其巨大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决能量来源的问题呢？看来，我们又得寄希望于可控核聚变了。好，关于那些脑洞大开的航天推进方式，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